小叔子想用我的婚前财产冒充他的婚房，被我拒绝后，竟然自己偷偷撬门住了进去。后来他女朋友跟他分了手，他为了泄气打了我一巴掌，而丈夫一家人都在一旁冷眼旁观。于是我终于失望，离婚走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公公婆婆是个偏心眼，偏爱他们不争气的小儿子，这点我在结婚前就知道，只不过因为没有触犯到我的利益，且我和丈夫林瑞都有工作，不用家里贴补，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更何况公公婆婆和小叔子都在县里，而我跟林瑞在市里，所以结婚5年来倒也相安无事。只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幸运，他们最终还是影响了我们的生活。这天下班回到家，刚推开门，我就发现公公婆婆和小叔子林杰来家里了。这可是个新鲜事，我一边向他们问好，一边怪罪林瑞：爸妈和弟弟过来，你怎么没提前告诉我呀？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，现在时间也有点晚了，再做也来不及了，一会我在网上点外卖吧。爸妈，你们别嫌弃。我刚说完，小叔子林杰就接话了：嫌弃啥呀？嫂子，都是一家人，随便吃点就得了。我有些意外地回头，小叔子看见我看他，露出了个稍有些谄媚的笑。是的，没错，是谄媚的笑。我心里突然有些发麻。我现在都还记得1年前小叔子来的时候，我也是做了一桌子菜，我自认为是色香味俱全，可小叔子看了后却很不满意，挑拣了许久，回去后还跟公婆告了状，害得公公婆婆打电话过来把我们批判了一顿。可这次小叔子似乎很不一样吗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还是小叔子改邪归正了？我直觉是前者。果不其然，刚吃完饭收拾好，小叔子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。嫂子，我有点事想请你帮个忙。听到小叔子这句话，我的心里忽然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是什么事啊？一点小事，嫂子你一定会答应我的吧？我心里有些不安，看向丈夫，却发现他似乎有些心虚，不敢看我的眼睛，而公公婆婆的表情也有些耐人寻味。看样子我不在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商量过此事了，而此事似乎对我不利，我更加谨慎。你要说过后我才知道能不能帮你啊。林杰看我不接他的话茬，也只好实话实说。是这样了，嫂子，我想借用下你的房子。我疑惑，我的房子？是啊，就是泥河湾的那套，那是婚前我爸妈给我买的，是我的陪嫁，因为住不到，被我租了出去。嗨，还不是佳佳他爸妈非得让我买房，才让我俩结婚吗？我哥哪整这么多钱？这不想着嫂子，你那套房子空着，刚好借给我用用吗？听到这里，我算是有些明白了，肯定是人家女方父母担心女儿以后的生活，所以要求男方有独立婚房。这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，只是林杰没这个条件，所以才想着走捷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真不能答应。我思忖了下，回道：林杰，我是这么想的哈，如果这个房子你要是住几天倒是可以，但如果是你说的那样来骗人佳佳的父母，我觉得有点不合适。你总不能瞒一辈子是吧？总有露馅的时候。再说，我那房子现在还住着租户呢，一时半会也腾不出来。成年人嘛，话也不用说得太直白，都给彼此一点面子。可却没想到，我刚说完，婆婆就开口了：
啥叫骗呢？说话这么难听，有租户，那还不好说，把他们撵出去不就行了吗？他又斜愣了下我，你们可是当哥哥嫂子的，你弟弟平时也没麻烦过你们什么，连这点小事你们还不帮，你们好意思吗？听到婆婆的话，我心里生出几分怒火。我跟她的关系可算不得融洽。我跟林瑞结婚之前，他们借口自己没钱，买不起房，买不起车，也给不了3金彩礼，所以这些我都没要，就连房子首付都是我跟林瑞自己攒的。可没想到房子刚收拾好，他就私自搬了过来，每天在家里指使我干活，还说这房子是他儿子的，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那个时候我刚过门，脸皮薄，受了不少委屈，后来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他从家里赶出去。因为这个，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说过话，也就是这2年关系才缓和了一点。可现在他竟然又来插手我的事，想到这里，我也没什么好语气。妈，你没租过房子不清楚，租房是要签合同的，提前让人家走是要付违约金的，什么违约金不违约金的，我看你就是诚心不想让小杰去住。他看向林瑞，老大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帮不帮你弟弟？林瑞拍着胸脯，帮，我肯定帮。他对着他妈可听话了，回过头来对我倒有些不客气，付点违约金怎么了？你要是图那点钱，到时候我把钱给你。小杰是我弟弟，也就是你弟弟，他遇到难事了，我们得帮他一把。看到林瑞的那副样子，我有些失望。结婚5年，我们的感情虽然早就算不上甜蜜，但也算得上相敬如宾。放在平时，他虽然偶尔有些大男子主义，但大多还是可以听从我的建议的。但是只要一涉及到他家的事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是非不分不说，就连基本的3观都没有了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你知不知道那叫骗婚，是要被良心谴责的。人那女孩又不是傻子，人家一看房产证不就啥都明白了吗？小叔子一听就急了，啥叫骗婚？咋说的这么难听？我不就借下你房子吗？我以后又不是不买，咋还上纲上线呢？婆婆想得更美，你明天就带着小杰把房产证上名字改成小杰的，多大点事？随着这句话说完，屋里寂静一片。我死死盯着林瑞的眼睛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林瑞闪躲着，这不都是为了让小杰娶上媳妇吗？你也知道我们家条件，现在小姑娘都要房要车，按他们这要求，小杰啥时候能成家？所以你们就谋算我的房子。林瑞没有说话，小叔子来了一句，不是谋算，那就是借用，等我结完婚再把名给改回来不就行了吗？他说的好像这只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样。话说到这里，我也算是明白了，什么借不借的，他们一开始就是打的把我的房子占为己有的意思吧？还以后改回来，说什么笑话呢？按照他们家贪婪的性子，吃进嘴的东西还能吐出来。我刚开始还不好意思拒绝的太明显，但人家已经算计到我头上来了，我要是还这么软蛋，那我也太孬种了。于是我冷着脸说道，这房子我不借，你们想别的办法吧。这下小叔子急了，你说不借就不借啊？这话说的搞笑，那是我的房子，我还做不了主吗？婆婆厉声喊了一句，老大，你弟弟的婚事要是出了问题，我饶不了你。林瑞见状赶紧来劝我，小娇，你就当是帮帮我们家。还没听完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要道德绑架我了。我没给他机会，直接来了句，
别说了，谁说都没用。你弟弟结婚是你们家的责任，不是我的。今天先这样吧，我要回房休息了。说完后，我转身进了卧室，隔了一扇薄薄的门，我听见小叔子在外边阴阳林睿：“哥，你这也太窝囊了，都被女人压在头上撒尿了，你这还算个男人吗？”即使没看见林睿，我也知道他必定脸色难看，只因为我和他不属于传统的男强女弱，甚至我挣的比他还多点，所以他非常看重面子，更听不得别人说我比他强。所以林睿几乎是立马就反驳了：“我当然是男人，你要是个男人就帮你弟弟把这事给办了。”婆婆接着道：“这几年你在外边，都是你弟弟在家陪着我们，替你尽孝。”随着婆婆的大倒苦水，林睿畏畏缩缩地许下了承诺。当然，这个承诺永远都不会被兑现。等公公婆婆和小叔子一走，林睿立即冲到了房间，手几乎要指到我的鼻尖了。“徐小娇，你今天太过分了。”“我怎么了？你为什么非要在我爸妈面前下我的面子？那个破房子就那么重要吗？小杰可是我的亲弟弟，帮他怎么了？你没听你弟弟的话吗？他要我把房子过户给他，那又怎么样？都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我弟弟都说了，等结完婚再把名字改回来。”我都要气笑了。林睿，你到底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你觉得房子到了他的手里还能回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愿意当伏地魔，那是你的事，可你别想我拿着我的房子给他做慈善。我绝不会让我爸妈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。房子，你就知道房子，我就知道你看不起我们家，你也看不起我，是不是？自卑的人总是分分钟就要扯到这些，真是让人心累。以前我跟林睿吵架时也是这样，只要他没理，就会说我看不起他。为了保护他的自尊心，每次都是我先低头。但今天这事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，我不会再纵容他，所以一直到最后，我都没有松口。林睿看我寸步不让，放下一句狠话后，摔门就走了，一夜都没有回来，也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换做平时，我肯定会关心他，叫他赶紧回来，但现在我正在跟他生气，所以也没打电话给他。第二天还是他自己回来的，回来后也再没提他弟弟的事，我还以为他想通了，可万万没想到他们是背着我做了其他的决定，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决定，让我们的婚姻走上了末路。因为小叔子闹的这茬，我才想起来房子似乎快要到期了。几天后，我准备问下租户是否需要续租，可没想到租户竟告诉我，林睿告诉他们房子我们自己要用，收回来了，他们已经搬走好几天了。想到前2天小叔子的事，我立马意识到了这是有猫腻。等不及下班，我就请假去了颐和湾。还没进门，我就看见屋里正在装修。我以前刷的白色的墙皮已经被铲掉了，吊顶也已经被拆了，屋里乱糟糟的一片。看见这一幕，我立马叫停，装修师傅全都停下来看我。一同的还有一对50多岁的老夫妇，他们看着我，不高兴地说：“你谁呀？怎么跑我们家来了？我们这可是在国家规定的时间装修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这动静也不大。”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楼上楼下因为噪声找茬的了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问了一句：“你们是谁呀？谁让你们在我的房子装修？”虽然这套房子出租了，但是当时也是我亲自设计的。
全都掺杂着我的心血。可现在进门一片狼藉，装修都被毁掉了，我都要气死了。老太太听见我的话，皱着眉头道：“怎么能是你的房子呢？这分明是我女婿的房子啊，是不是走错门了呀？”听到这老太太的话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们估计就是小叔子女朋友佳佳的爸妈。我开口道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就是林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吧？他没告诉你们吗？这房子是我的。哦，你是林杰的嫂子吧？他跟我们说了，这房子以前是你的，现在被他买来做婚房了。这位姑娘，我说你既然已经把房子卖给我们了，那就是我们的了，装成什么样就是我们的事了吧？”想不到林杰竟然私下里这么说，还允许他们动我的房子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林杰可没有买我的房子，麻烦你们跟他确认清楚。我们当然清楚了，我们可是有房产证的。怪不得阿杰说他有个难缠的嫂子，房子都已经卖了，现在又反悔了。见双方谁都说服不了谁，老头老太太从包里拿出房产证，戳到我脸上：“你看看，房产证都在。”我拿过来一看，被吓了一跳，那房产证竟和我家里的一模一样。难道林杰趁着我不同意去办了过户？不可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林杰不可能办得成。那就说明房产证是假的，这本假的做的跟真的一模一样，想来应该是看着真的做的。能拿到真的房产证的除了我，就只有林瑞。想到这里，我强压着怒火给林瑞打了个电话：“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，立马来泥河湾。”那边的老头老太太看形势不对，也跟他们的女儿打过去了电话。10分钟后，林瑞到了，一并来的还有小叔子林杰和他的女朋友佳佳。佳佳一来就被他爸他妈扯了过去，嘀嘀咕咕说了半天话。而后佳佳拿着那本假的房产证递到林杰面前：“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林杰脸色难看，不吭声。只有林瑞还在解释：“佳佳，你不要怪小杰，是你嫂子觉得房子卖便宜了，心里不舒服，所以故意来捣乱。到这个时候了，她竟然还想骗人。”我怒对：“我什么时候卖过房子？林瑞，你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关于我的房子，好端端的突然变成林杰的了，这事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？”林瑞气结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真相究竟是什么，已经很明显了。佳佳的父母还算是讲道理，告诉我他们之前并不知道这套房子的主人是我，所以才会擅自改变了屋里的装修。不过他们承诺会尽快把房子复原的。说完，他们就要带佳佳走。林杰知道佳佳这一走，他们俩就算是彻底结束了，死活拦着不让走。双方拉扯之下，佳佳的妈妈给了林杰一个耳光，这可是捅了马蜂窝了。林杰突然就颠了，他指着佳佳爸妈的脸大吵大闹：“都是你们这对老不死的，非要房子才能结婚，是你们逼我，是你们非要拆散我和佳佳。这里一套房子就要100多万，我往哪整那么多钱？你们就是故意难为我，你们就是看不起我。”对着人家女儿骂人家的爸妈，林杰的这一行为彻底绝了他跟佳佳在一起的可能性。佳佳谋足了劲，打了林杰一巴掌：“你凭什么骂我爸妈？你有什么资格骂我爸妈？买房子有什么错？小鸟下蛋还知道筑个巢呢。我爸妈想让我有个家，怎么了？林杰，是你自己不上进。我从25岁跟你在一起，到今天30岁，我最好的年纪都给你了，我有没有叫你好好工作？
我有没有叫你好好攒钱？可你呢，永远都在玩。这一次，我对你真的失望了。我们分手吧。”他挣脱了林杰的手，带着父母走了。而林杰在他女朋友走后，突然转向我，恶狠狠地开口：“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。你有2套房，为什么不能给我1套？佳佳要是真的跟我分手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”他说完后才急匆匆地跑出去追人，只剩下我和林瑞以及一屋子懵逼看戏的装修师傅。而林瑞突然也颠了：“你现在满意了吧？”他突然对着我开口，之后还不等我反应，就也跟着跑了。我真是倒霉到家了。这件事自始至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不想把我的东西借出去，我有什么错？不，我没错，错的是他们。这件事到最后，受伤的只有我自己。虽然佳佳爸妈承诺会把房子复原，但我不放心，也只能顶着大太阳来回跑着去当监工。我是打算着这次好好把房子给收拾收拾，也许以后就用得到了。林瑞自他爸妈来的那天起就不太正常了，这几天都是夜不归宿，在陪着他的好弟弟林杰。他不回来，我也乐得自在。可我的安生日子没过几天，林瑞一家人突然又来了。林杰好像喝了酒，身上全是酒味，走路跌跌撞撞的。他一来就冲到我面前：“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佳佳才会跟我分手。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你这个贱人！林杰，佳佳跟你分手，那是你的原因。请你不要把所有的事都赖在我身上，而且那是我的房子，我有资格处理，不是所有人都必须要纵容你。”我刚说完，突然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，一股血腥味在我嘴中蔓延。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林杰，他竟敢打我。他看到我的反应，倒是很得意：“你这样的女人就是该打。”我该打。我转头看向屋里的其他人，公公婆婆一脸看好戏的表情，林瑞则一脸淡漠，就仿佛被打的不是他老婆，而是一个陌生人一样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突然忍不住了，发了疯，抡起桌子上的暖水瓶就往林杰身上打。虽然水是那会烧的，但还是很热。瓶子破裂后，热水全都洒在了林杰身上，他发出杀猪般的叫声。公公婆婆见状，立马要带着林杰去冲水，但我还没出够气，怎么允许他就这样逃脱？我拿着台子上的菜刀就对着林杰砍，吓得他满屋子乱窜，摔倒在了地上。他惊恐地看着我，一点一点地往后挪：“你别过来！”呵呵，我笑得如同地狱里的魔鬼。你也知道怕呀。就当我准备挥刀砍向林杰的时候，林瑞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，把我的刀踢到了一边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我披头散发：是我先闹的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怎么这么自私？看到林瑞的嘴脸，我又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：放你妈的屁！他的脸被我打得通红一片，双拳紧紧地攥着，可以看得出他特别生气。我全身都在高度警戒，以防他突然对我动手。还好他没敢，因为林杰穿得厚，所以烫得不是很严重，只有几个泡。但即便这样，公公婆婆还是心疼到不行。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破相了呀！这个恶毒的女人绝对不能再留在我们家里，离婚，必须离婚，让她滚！林瑞他妈声嘶力竭地嘶吼道。我却笑了：让我走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这房子你出了1分钱了吗？要滚是你们滚好吗？他妈气得嘴唇都在发抖，又大吼了一声：林瑞！
林瑞接收到他妈的信号，对我怒骂徐小娇，但他只说了半句话，他的下半句因为看到我手里的酒瓶子而噤了声。是的，刚才他们全家在查看林杰的情况时，我又找了件趁手的武器。我总要先保护我自己，特别是现在1对4，一旦我表现得软弱一些，很有可能就被他们攻击。爸妈，我们先把小杰送到医院吧。林瑞一家看到我的状态，也不敢再啰嗦，带着林杰落荒而逃。等他们走后，我赶紧把门给关上了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我从来没想过我的婚姻竟然会变成这样，甚至半个月前，我和林瑞还计划着出去游玩，而半个月后，我们却因为他的家里人大打出手。但从那天开始到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在提醒我，我们的婚姻到此为止了。我立即清点了我和林瑞所有的共同财产，发现除了目前住的这套房是我们共同出资购买的，其他的共同财产几乎没有，所以我们离婚要争的也就这一点。当天晚上，林瑞一家又回来了。林杰本来不怎么严重，但现在却裹成了一个粽子，大夏天的也不怕闷坏了。而林瑞一回来就表示，从今天开始，他爸妈和他弟弟就要住在家里，并且第2天一大早就把东西搬来了，塞得家里鼓鼓囊囊的，还说你要是看不惯可以走啊。我一看只提离婚，不提分割财产，这架势是要把我逼走啊。但我也不是好欺负的，我一个电话就把我牛高马大、浑身肌肉大纹身的表弟叫了过来。当我1.9米的表弟出现在门口的时候，林瑞他爸他妈都吓坏了。你谁呀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家？我乐呵呵的把表弟拉了进来。我表弟要来家里住一段时间，你们不介意吧？对了，介意也没有用，毕竟这房子也有我的一半。林瑞指着我的脸，徐小娇，我打掉他的手指，不要指我哦。我表弟脾气不太好，小心他打你哦。表弟特地展示了下他有力的胳膊，林瑞被吓跑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就开启了这段十分别扭的生活，因为表弟每天都要在客厅里吃饭、看电视、打游戏，导致林瑞一家人每天都缩在房间里不敢出来，就算出来也要很快就回去。一段时间后，他们终于忍受不了了，林瑞再次跟我提出了离婚，但他却要我搬走。至于房款嘛，他只说以后有钱了再还我。他还以为我是傻子呢，恐怕这个以后会无限期顺延吧。我根本没理会他的提议，继续我行我素。又过了段时间，他再也忍不了了，又一次跟我谈判。我答应他，只要他把我该得的东西给我，我就好聚好散，不然就鸡飞蛋打，反正我耗得起。林瑞爸妈知道林瑞要赔给我一大笔钱后，心疼得不得了，怒骂我是个捞女。我表弟听到后，直接给了林杰一拳，他爸他妈都吓坏了。这之后，只要我表弟听到难听的，就会去打林杰。林杰身上是旧伤未好，又添新伤，时间长了，他也顶不住了，求林瑞赶紧跟我离婚。最后不知道林瑞从哪里借了一大笔钱给了我，而后在表弟的陪同下，我和林瑞离了婚。至此，我6年的婚姻生活结束了。离婚后，我就搬到了泥河湾的那套房子。刚好这套房子因为前段时间林杰的问题重新装修过，我又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下。说起来，这套房子自从下来后，我都没有来过几次，但现在住起来还挺方便的。起初我还有些不适应，毕竟突然从2个人变成了1个人，
但我知道，这样的婚姻，这样的妈宝男，不要也罢。为了忘记这段痛苦的回忆，我把时间投入到工作上。我给自己报了健身房的班，我去和朋友喝下午茶。我做这些改变，不是觉得以前不好，只是想把我的时间填满，让我不去想以前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。这些举动足够有效。2个月后，我已经完全走出来了。我甚至还要求朋友赶紧给我介绍点年轻的帅哥，给我调理调理心情。只林瑞那边似乎并不顺利。在我跟林瑞离婚后，他们一家就顺理成章地住在了那里。听说林杰又去跟佳佳求复合了，他说他现在有房子了，可以给他想要的生活了，但意料之中他还是被拒绝了。佳佳已经对他失望，并且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林杰根本就不是个能托付终身的人，所以长痛不如短痛，这次就断了个彻彻底底。后来林瑞爸妈又托人给林杰介绍了个女朋友，那女孩倒还挺好的，也跟林杰接触了一段时间，但知道林杰是和家里人一起住，就拒绝了。他的要求是必须有独立婚房，只有小2口的那种。林瑞爸妈了解后，就跟林瑞商量，要他先搬出去，借给弟弟做婚房。林瑞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然同意了。他搬到了出租屋，而后林杰就用了这套房子结了婚。婚后，林杰的老婆很快就怀了孕，而后林瑞的爸妈以照顾孕妇为由住了进去，所以整半天，林瑞自己的房子到最后只有他自己没有住。关键是他不仅给还贷款，还得还朋友的借款，这并不是笔小的费用，特别是这2者加起来，慢慢的他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他想让家里暂时帮他过渡一下，可他爸他妈却2手一摊，声称他们的钱都在林杰结婚的时候花完了，现在还欠着账呢，兴许以后还要劳烦他来还。如此大的差距，终于让林瑞心里不平衡了。以前我在的时候，全家都可着我这个外人欺负，现在我不在了，他们就出内讧了。林瑞要求林杰履行他的诺言，在那个家搬出来。林杰则不肯，告诉林瑞有啥事去找爸妈。林瑞去找他爸妈，他爸妈却告诉他，那个房子现在就是林杰的，要他别惦记了，反正他现在也是个老光棍，在哪住不行。林瑞气坏了，直接冲到了家里，才发现林杰把门锁都给换了。他找了开锁公司，拿出业主的证据，才把门打开。这才发现林杰已经把屋里造得不成样子了。他想趁着林杰不在把东西扔出去，可才扔到一半，林杰和他爸妈就回来了。这对亲兄弟最终扭打到了一起，而他们的爸妈也帮着林杰打林瑞，1对3，林瑞惨败。林瑞爸妈还要去外边哭诉，说自己年纪这么大了，还要被儿子打，有没有天理啊？有些不清楚内幕的就开始谴责林瑞不懂得孝敬老人，不配做人，还有的让林瑞爸妈去告林瑞。林瑞有苦没得说，因为这段经历，他终于醒悟了，明白他爸他妈就是个偏心眼，也知道他如果再不强硬一些，上半辈子奋斗的东西就要落到他弟弟的手中。他竟然来找我结盟，以前都是我糊涂啊，我没看出来他们的狼子野心，现在我终于懂了。小娇，你看你能不能把你那表弟再叫来，咱们一雪前耻。我看林瑞跟看智障一样，你是不是被打傻了？我跟你啥关系啊？我就跟你一起去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小娇，我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，都是被他们鼓捣的。等咱们把房子要回来，
咱们再复婚，好好过日子行吗？这次我肯定不会再听他们的了。林瑞自以为提出了一个多么好的提议，满脸兴奋地等我回应，但结果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。我直接把门关上了，后续他又敲了很久，我都没有开，他只能在门外气急败坏地骂所有人都要欺负他，所有人都看不起他，他总有一天会让人刮目相看的。他倒没让我刮目相看，但确实是让他们一家刮目相看了。他把房子给卖了，他挂的价格比实际要低，并且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把现在房子的人赶出去。虽然这个要求有点难，但是能便宜好几万，还是挺多人愿意的。房子都已经卖出去了，林杰他们才知道，他们不肯搬，可这可由不得他们。买主使用了点非常手段，就把他们给搞出去了。林杰没有别的住处，要么回老家，要么就再租一个房子。回老家明显是不现实的，于是他就租了一个小2室一厅。林杰爸妈也一并搬了过去。林杰老婆本来就因为房子没了在跟林杰斗气，一看公公婆婆又搬了过来，跟他们挤在那个小房子里，当即就发了脾气，提出要么让林杰爸妈再给他们买一套，要么他们自己就回老家去。可林杰爸妈根本没有钱啊，他们也不想跟林杰分开，就跟林杰说，反正他老婆现在已经怀孕4个月了，跑不了了，不用担心。林杰老婆一看他现在还怀着孩子呢，都没人把他当回事，一怒之下就回了娘家。天林杰一家还自信得很，觉得林杰老婆肯定会自己灰溜溜的回来的。林杰老婆本来还在家等林杰给他认错，可他等啊等，等了1个月都没有等到，甚至连1毛钱的生活费都没给。他终于失望了，在家人的陪伴下，把肚子里的孩子打了，并向林杰提出了离婚。而林杰一家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好大孙没了，他们又哭又闹，还去林杰媳妇家闹，让人家赔他们的好大孙。刚好林杰媳妇家有气没地撒呢，他们刚好撞到枪口上，林杰被打得鼻青脸肿，肋骨都断了1根。林杰他妈头上被扯下来好长一绺，脸上也不知道是被谁挠得满脸花。至于林杰他爸，因为是个得了脑血栓的老头，人家害怕把他打死了，没对他动手，但他被吓得心脏病发作，送到医院了。这事过后，林杰一家自知媳妇是回不来了，名声还没了，就想要去林瑞媳妇家要赔偿，但人家那也有受伤的，还是个80岁的老头，人家还要去告林杰家，吓得他们屁滚尿流。后来林杰还是离婚了，还赔了媳妇家好几万块钱。离婚后，他妈找媒人给他儿介绍对象，但无一例外全被拒绝了。他们家现在骗婚，欺负怀孕儿媳妇，还没房没车没存款，给他介绍那就是砸自己招牌，没人愿意干这种坑人的事。后来林杰也处过对象，但无一例外，每次到谈婚论嫁这步都会黄，最后只能被迫成为一个老光棍。至于林瑞，他当初一招釜底抽薪，确实把林杰和他爸妈给制住了，但对他来说却并不是最优解。房贷已经还过好几年了，他把房子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了，剩下的钱还还之前借的同事的钱，到他手上根本没多少了，也就等于是他现在房没了，钱也没了。所以说，简单的一个不过脑子的决定会影响很多，有可能分分钟会把你前半生的奋斗成果都挥霍掉。见到林瑞这么没脑子的一面，
我深觉自己离婚是对的，毕竟不因为这件事离婚，以后也有可能会因为其他的事离。本质上，我们三观是不同的，只不过先前是因为我对他有爱，所以自动忽略了这一点。现在不爱了，自然可以看清真实的他了。如今我仍是独身一人，身边也有朋友给我介绍对象，但因为这对失败的经历，让我对未来的一半有了更多隐性的要求。我希望我遇到的那个人是个心里有沟壑、不妈宝、有主见、有担当的人。这样的人可能不好找，那我先保持单身。我并不觉得人生必须有另一半才算成功，我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现在我有钱也有颜，生活还有闲，不管干点什么都是最好的时间，只希望未来一切顺利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